高达史上最大战舰，承载人类文明延续的希望之地。机动战士高达00设定解说。天人号外太空航行舰是天人组织在一颗小行星上进行改造的深空航行器。该外太空航行舰的体积十分庞大，光是舰体全长就足足有15公里，整体规模够得上一座宇宙殖民星。虽然具体的建造时间目前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一开始在进行规划的时候，计划用来满足容纳一部分人类长期生存的需要。这样，如果有一天人类遭遇到强大的敌对外星生命体时，天人号就可以作为神话里的方舟，搭载着一部分人类进行逃离，由此来保障人类文明还有机会得以保存延续。为此，天人号上配置了完整的设施，来供人类在宇宙中长期生活，并设有特殊屏障，防止各种宇宙射线带来的伤害。同时，尾部结构预留了5个安装太阳炉的位置，然后由这5个太阳炉来为天人号提供动力，以此来满足向深空领域进行长期航行的能量需要。如果是非深空探索航行，可以改用拟太阳炉进行代替，也能满足太阳系内的航行需要。不过，承载人类进行深空航行的这一定位，在准变革者接管了天人号以后发生了改变。除了原本人类使用的生活设施之外，还增加了准变革者的培养设施和制造工厂，其中制造工厂有完整的生产体系，在天人号上就能独立生产 MS 和 MA 等各型装备，同时增加了相应的空间，用来部署已生产出来的这些作战兵器。这就使得天人号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军事机动要塞的存在。后来地球联邦政府接手了天人号以后，也在天人号上部署了一部分军队，延续了天人号的军事功能继续使用，包括天人号上的制造工厂也进行了利用，一度基于准变革者的技术开发出了新型 MA 加迪拉萨。由此可以看出，地球联邦政府对天人号的探索和开发十分的积极。但是天人号内部的结构复杂且存在多个独立模块，使得地球联邦政府用了2年时间，仅仅掌握了天人号70%左右的情况，包括最核心的量子信息处理系统 VEDA。因为最高权限仍在天人组织手中，所以地球联邦政府能够从 VEDA 那里获得的信息同样也比较有限。基本上，地球联邦政府对天人号来说，属于是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身份比较贴切。在这里还有个需要补充的信息，那就是VEDA 原先并没有放在天人号上，而是放在天人组织的月球基地里，但后来被准变革者利冯兹和天人监视者科纳夺走。从此，作为准变革者集团带领地球政治势力向天人组织进行全面开战。为了不让天人和天使组织再次夺回VEDA，利冯兹将VEDA转移到了天人号上，利用保密级别的信息差，让天人组织始终找不到VEDA的具体位置。直到王留美临终时刻提供了情报，天人组织这才知道在月球背面 L2的位置有个15公里范围大小的东西存在，而这个东西正是天人号。但是天人号具有跟高达一样的光学隐身能力，无法通过肉眼直接观察到天人号的存在，加上整体外层基本由小行星覆盖，使得很多探测手段也无法探测到天人号。所以自从 VEDA 被利冯兹转移到天人号以后，使得天人组织在夺回 VEDA 的斗争当中陷入了被动。尽管天人组织根据王留美的情报找到了天人号，但是天人号上布有众多强力武装系统，要想越过天人号夺回 VEDA 并不容易。这其中最强力的武装就是80米规格大小的巨大 GN 粒子光束炮，该炮体积十分巨大，为了尽可能覆盖所有射击角度，在天人号上设置了一个环形轨道，这样就可以让巨大 GN 粒子炮顺着环形轨道，根据目标方位快速部署到最佳位置进行炮击，有效攻击距离相当遥远，并且打击范围也是相当的广，一次输出足够覆盖大规模战役的战场空间，也就是将战场上的所有单位直接全部一扫而空。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利冯兹直接不管己方的 ALOS 部队是否会被波及，直接开炮扫清了两边正在交战的大部分部队，使得剩下存活的人员除了天人组织之外，其他人均暂时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意志。但话又说回来，让巨大 GN 粒子光束炮输出如此强大威力，势必要消耗大量 GN 粒子。虽然天人号上有大量的拟太阳炉，但要完成满功率的攻击输出，还是会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进行储能，这就会使攻击间隔时间变得非常长。这个时候，对手就会利用这个间隔时间规避到巨大 GN 粒子光束炮的攻击盲区，或者选择抵近天人号进行突破。所以在天人号上还遍布有其他防卫兵器进行补充，也就是20米规格的 GN 粒子光束炮，其体积大小已经等同于一个机动战士的大小，输出的威力很强，连至天使高达的 GN 护盾 Beat 都挡不住该武装的攻击。
如果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很容易就被击中数发，导致摧毁，而且射速很高，很难躲过攻击。所以要突破天人号的防御，需要抓紧时间摧毁掉一定数量的 GN 粒子光束炮，在创造出一定范围的防御空白了以后，才好突破天人号的防御进行占领。当然，天人号上还有部署有机动战士的话，在敌方靠近天人号的时候立即出击，补上被敌人撕开的防御缺口。而剩余的防御手段，天人号还能展开 GN 立场进行防御，甚至也可以启动 Trans-M 来作为最后的应急手段使用。不过这些能力没有在战斗中展现，天人号具体怎样发挥，目前仍不得而知。而在天人号的内部，还部署有大量的自动机器人，来阻止天人组织的人员进入到天人号内部。由此可见，为了不让天人组织夺回威的，利冯兹做足了功夫，全力与天人组织进行战斗。在经过一番较量之后，提耶利亚成功突进了维达所在的位置，但利冯兹早已在那等候。一番交谈之后，率先朝提耶利亚开了枪，使得提耶利亚应声倒地不起。然而，看似利冯兹要拿下对天人组织胜利的时候，刹那觉醒成为了纯种变革者。接着，双欧高达强化模组启动 Trans-M Burst，释放出了超高的 GN 粒子浓度，覆盖了整个天人号，不但使得天人组织扭转了战斗的劣势，还让维达做出了决策，断开了与利冯兹的连接。同时，提耶利亚的意识与维达相结合，在获得全部权限了以后，维达成功回到了天人组织的手中。之后，利冯兹率领的准变革者战败，于是天人号也重新被天人组织掌握，从而拿下了这场与准变革者集团决战的胜利。但没过多久，天人组织就将天人号转交给了地球联邦政府。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地球联邦政府在接手后的2年时间内，对天人号进行了全面探索和了解工作。同时，在新政府的融合政策影响下，地球联邦政府还对天人号进行了改造，从原来的军事要塞改造成太空站，将天人号上原有的武装进行了移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木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很快在这个黑洞当中出现了一大波地外生命体 ELS， 于是人类迎来了伊欧利亚休罕贝克计划中的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但这一次天人号没有选择作为方舟，而是作为地球联邦军绝对防卫线的指挥中枢，来指挥全军抵御地外生命体 ELS 的入侵。为此，在天人号内新增了一个指挥中心，用来发挥战役指挥这样一个职能。唯独比较可惜的是，天人号上的大部分武装均被拆除，倒是80米规格的巨大 GN 粒子光束炮还有所保留。尽管第一发满功率的炮击还是一如既往从超远距离给予了地外生命体 ELS 重大打击，但对方数量与地球联邦全部战力的比例至少达到了10000比1的程度，也就是即使能够满功率发射10000次，也未必能够将全部 ELS 一扫而空。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在第2发的储能还尚未完成的时候，地球联邦军就已经损失了大量兵力，战线随时有可能被 ELS 突破。不得已，天人号在储能未满的情况下，向 ELS 发起了第2次炮击，但这次 ELS 已经有了应对的能力，直接就化解掉了这次攻击，避免了伤害。这次攻击失败基本宣告了地球联邦军已经无力继续阻止 ELS 前进，仅剩的希望就放在了刹那的对话上。而现在地球联邦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尽可能放缓 ELS 前进的速度，争取对话完成前守住防线。但是战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果很快发展到了天人号的主炮也被 ELS 侵蚀同化，于是无奈之下选择启动自爆程序，将宝贵的巨大 GN 粒子光束炮炸毁，来避免 ELS 获得信息进行拟化。紧接着防线被地外生命体 ELS 冲破，连同天人号本体也遭到了侵蚀同化。而此时全军的剩余战力已经不足30%，这个状况跟全军覆没的状态可以说相差无几。然而就在这个十分令人绝望的时刻，刹那终于与 ELS 完成了对话，而 ELS 在理解到人类的意识了以后，便停止了向地球前进的脚步，包括对天人号的侵蚀也同样得到了停止。于是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这一历史篇章在这里画下了句号，天人号承载的历史使命终于迎来了完结。